新加坡疯了，要把全岛几千栋玻璃幕墙全部变成巨型充电宝。这项研发了11年，比头发丝还薄万倍的10纳米技术，正在试图把新加坡从买电的国家变成产电的城市。想象一下，你每天上班经过的 CBD 大楼，周末逛的冷气商场，都在悄悄的自己发电，甚至还能帮你省钱。别以为这只是实验室里的专利，它直接决定了你未来10年的物业费和生活成本。今天阿明带你硬核拆解，这层隐形薄膜究竟是撬动万亿产值的救命稻草，还是让你防不胜防的新风险？在聊这项黑科技之前，我们必须先看清新加坡面临的残酷现实。我们的能源命脉一直捏在别人手里。作为一个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岛国，新加坡目前有95%的电力供应依赖进口天然气。这意味着，只要国际地缘局势稍微动荡，或者供应链出现局部断裂，天然气价格一涨，你每个月交的电费就会立刻飙升。想想前2年全球能源危机时，多少国家的电费直接翻倍。新加坡虽然顶住了部分压力，但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头顶。政府这几年为了自救，确实在拼命推进光伏部署，甚至把太阳能板铺到了登革水库的水面上。但现实非常骨感，传统的硅基太阳能板又厚又重，只能平铺在屋顶或空地上。新加坡寸土寸金，就算把全岛所有祖屋、厂房的屋顶全都铺满，发电量也远远填不饱全岛500多万人口和庞大工业的胃口。没有大西北的沙漠，也没有广阔的平原，新加坡想要实现真正的能源独立，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看，把数以万计的垂直建筑表面变成发电厂。这就是为什么钙钛矿薄膜技术的出现，对新加坡来说不仅是科技突破，更是关乎国家生存的战略级武器。到底什么是钙钛矿？别被这个拗口的化学名词吓退，你只需要知道，它是目前全球公认的第3代太阳能电池绝对的主力。传统的硅基太阳能板不仅笨重，而且制造过程需要在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提纯，极其耗费能源。但钙钛矿完全不同，它的核心优势可以直接概括为对传统光伏的降维打击。首先是极度的轻薄，这种材料对光的吸收能力极强，只需要10到500纳米的厚度，大概就是你头发丝的1/1000，就能吸收与厚重的硅板同等的光能。其次是制造工艺的彻底颠覆，传统的太阳能板是造出来的，而钙钛矿薄膜是印出来的。在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可以像印刷报纸一样，通过卷对卷工艺，低成本、大规模地生产这种薄膜。更核心的突破在于，它是半透明的，甚至可以通过调整配方调配出不同的颜色。当你走在滨海湾，那些甲级写字楼不需要再外挂丑陋的黑色太阳能板，只要把窗户玻璃换成涂了钙钛矿的特制玻璃，整栋大楼的每一面墙就都在静悄悄的发电。而且它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弱光发电能力。哪怕是阴雨天或者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传统的硅基板可能已经罢工了，但钙钛矿依然能像个劳模一样持续输出。在转化效率上，新加坡本地的顶尖高校，比如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已经拿出了世界级的数据。目前钙钛矿与硅结合的叠层电池转化效率已经突破了 33%， 直接打破了传统单晶硅电池绝对无法逾越的物理极限。同等面积下，它能榨取成倍的电能。技术指标再漂亮，如果不赚钱，那也只是实验室里的玩具。钙钛矿真正的恐怖之处，恰恰在于它背后庞大的经济账。新加坡虽然土地面积小，但我们拥有极高密度的摩天大楼和超过100万套的祖屋。根据城市规划测算，一座高密度城市的建筑垂直表面积通常是屋顶面积的10几倍。如果把来佛士方的写字楼、乌节路的商场，甚至你家祖屋朝阳面的窗户，全都贴上这种发电薄膜，整个新加坡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分布式微型电网。我们来算笔账，目前新加坡商业用电成本极高，企业还要面对越来越严苛的碳税。现在的跨国巨头都在拼命追求 ESG 减碳指标，谁能把大楼变成零碳建筑，谁就能吸引全球最顶级的租客。如果一栋商业大厦采用钙钛矿玻璃幕墙，
这层薄膜不仅能阻挡紫外线和热量进入室内，大幅降低冷气能耗，它自己发出的电还能覆盖大楼30%以上的日常用电。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度和成本下降曲线，整套系统的投资回报周期有望缩短到3到5年。放眼全球，建筑光伏一体化是一个规模超过万亿级别的蓝海市场。谁掌握了高效率、高稳定性的钙钛矿量产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城市能源的定价权。这也是为什么全球顶尖的资本和能源巨头都在疯狂砸钱抢占专利。对于新加坡来说，如果能在这条赛道上跑通商业化闭环，不仅能每年省下巨额的天然气进口外汇，还能将这项技术作为标准出口到全球的高密度城市，赚取极其可观的技术溢价。讲到这里，作为硬核拆解，我们绝不盲目吹捧，必须泼一盆冷水。既然这项技术这么厉害，为什么你还没在五金店买到这种薄膜？因为钙钛矿技术目前面临着一个极其致命的物理瓶颈，它太娇贵了。这种晶体材料天生怕水、怕热、怕氧气，在实验室的完美环境下它表现神勇，但一旦拿到户外，尤其是面对新加坡这种常年30多度高温，动不动就下暴雨的极端高湿气候，早期的钙钛矿电池往往撑不到几个月就会降解失效，发电效率出现断崖式下跌。试想一下，如果外墙玻璃用个2、3年就发黄变暗，甚至彻底发不出电，那高昂的改造成本谁来承担？这就好比你买了一辆参数无敌的超跑，但发动机只能跑几百公里就直接报废。为了跨越这个死局，科学家们正在死磕封装技术和材料配方。他们在薄膜外面加上特制的阻水保护层，或者在晶体结构里掺杂其他元素来强行提升稳定性。新加坡的环境虽然恶劣，但恰恰成了全球最好的热带压力测试场。在工程界有一个共识，如果一种光伏材料能在新加坡的烈日和暴雨下稳定运行20年，那它卖到全球任何地方都不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目前，这项技术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工厂量产的最关键阶段。业内普遍预测，未来3到5年内，我们会看到第一批真正商业化的钙钛矿玻璃被强制应用在新建的商业大厦上。从被天然气扼住咽喉，到试图把全岛变成一座巨大的发电厂，新加坡的能源转型之路，本质上也是每个普通人对抗高昂生活成本的缩影。这不仅是一场全球顶尖技术的较量，更是一次关乎你我钱包的城市能源革命。10纳米的薄膜承载的不仅是万亿级别的商业野心，更是我们彻底摆脱能源焦虑的底气。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你坐在楼下喝咖啡时，头顶的透明遮阳棚就已经在为你的冷气买单了。那么，如果未来这种发电玻璃正式量产上市，你愿意花钱把它装进你家祖屋的窗户上吗？你觉得它真的能逼着电力公司把电费降下来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真实判断。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不吹不黑、硬核拆解政策与商业真相的内容，请务必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的深度追踪。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